生意本身有好有坏，有些生意就天生好的。做投资跟做生意本质是一样的，做生意是自己操盘，做投资要找一个靠谱的人操盘。很多人都在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难的事情意味着太多变量，减少变量。重要的决策一天一两个足够了。在高端市场打性价比，在好客户身上挖掘更多的生意机会。意料之外得了一场重病，我这块地方是空的，要认命。我不认命，做最坏的准备，往最好的方向努力。欢迎收看收听《金钱决策者》。我特别想找到那些不同领域各个年龄的一流决策者们，和他们聊一聊他们非同一般的思考与行动。今天的嘉宾是恒金达恒总，这个人最早是江苏农村的一个穷小子，在事业开拓期干过2门完全不同的生意，又在45岁人生巅峰时突患老龄，却在4年内带领公司成功上市。在人生风光时刻，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过去10年，作为个人投资者，他在股市的收益超过了100倍，甚至超过了他作为职业高管的收入。感谢你们的好奇心，我是声音，咱们开始吧。我们首先还是请恒总自我介绍一下吧。96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广东，在那里待了大概6-7年吧，在一家外资的物流公司从基层开始做到华南区的一个运营负责人。然后03年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来到上海，在一家美国公司中国区物流部门吧工作，工作了大概2-3年吧，然后呢就跳槽去了一家马来西亚的跟香港合资的一家物流公司，作为公司总经理，第一次做公司负责人，然后经朋友介绍推荐，这个聊得不错，就进入了这个物业行业，就是从物流要跳到了物业这个行业。对，物流行业主要是管理大中华区。这个我们瞄准一些高端市场，然后呢把品质做好，把服务价格贴近国内，也获得了一些客户，比如沈阳宝马、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上海的话，比如说像华贸中心、国金中心。但是呢，我后来做了住宅物业，发现住宅物业很难做，你做的再好，总有人不交物业费，所以主要是非住宅物业为主。非住宅物业。对，非住宅啊，一些工厂啊、酒店呐。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去国内的一家民营公司，当年是 A 股上市公司，它的这个主要的业务是地产，他们希望把物业这块业务呢剥离出来，分拆到港股上市在我们家孩子的鼓励之下，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小宝跟我说，爸爸你从来没做过这个上市公司，对，没做过上市，没在民营企业干过，因为外资企业可能有很好的平台，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应该是19年6月份去工作的，去了1个月，我就生了一场病，做了一个脑外科的手术。当时呢，其实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我运气比较好，这个手术很成功，老板对我也很好，因为我生病期间还在给我发工资，所以我觉得你在生病期间还对公司上市了，对，主要是做一些市场化的业务拓展，因为物业公司的业务基本上100%都是地产给他们的，都是地产的，所以老板呢希望我接手之后进行市场化的一个发展。我们运气不错，我们拓展了大概38个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做了大概50-60家外资5百强的企业，比如像博士啊、宝马呀、奔驰啊等等。在上海我们也做了一些高端的住宅。22年4月份在港股上市敲钟，当时我印象很深，因为上市的时候是上海封城所以你还是想办法出去了。没出去，没出城。然后呢，因为我当时其实上市的一些文件都需要我来签署，然后寄到香港都寄不出去。但是香港呢也特事特办，也同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特别大。公司上市差不多半年之后我就离开了我觉得功成身退，觉得我能做的都做完了。其实刚才听完您的这个经历了以后，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在脑海里面会有一些素描啊什么的。当然我们经常会回到这个原点，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个环境，原点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家是扬州农村的，扬州下面的一个县宝应县，宝应县呢以前是这个全国的贫困县，现在已经不是了，宝应属于苏北。然后呢我们家也是农村的，从小的时候呢我爸爸是当兵去了，然后呢我妈带的我3个姐姐和我。你是最小的吗？我是最小的，因为我的父母一直希望生个儿子。你父母多大年纪的时候生的你？我爸38岁生的我，但是那个时候家里太穷了，所以我大姐呢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再上学了我小学1、2、3年级其实是没有上，因为那时候呢没人管我很喜欢出去偷鸡摸狗因为那时候家里穷，所以是个顽皮的这个，非常顽皮，就有点像那个哪吒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现在真是像你这说真的是像
后来我爸那个退伍之后，到了城里一个农业生产指导公司当一个股长，就比科长还小的我知道，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家也成了我们村里面那个县里有当官的人条件稍微好一点。但我爸人很好，他不贪污，他自己这个钱除了养我们之外，还帮助我妈妈和他的哥哥的大家庭。就是要负担的人很多，负担这个家庭负担和这个整个家族啊需要负担的很多，会很重。因为我爸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当时不觉得，因为其实我跟我爸以前感情不好这个我爸呢觉得他信奉是棍棒出孝子，我不认为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跟他很多地方很像，因为我觉得我也乐于助人。特别是19年之后，我就觉得生病之后，真觉得很多人真的需要帮助，就利他是一件对自己也很好的事情。对，对自己很好，对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对别人更好，我是不是只要不害我自己就行。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真的需要帮助。对，那时候您父亲工资大概是一个我没有任何印象，没有任何印象。对，应该几块钱是几块钱，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应该几块，应该最多也就10几块钱或者20块钱。那个时候是的，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那时候应该还是用粮票的时候嘛。对，用粮票。我上高中的时候都是住校，都是用粮票我要从家里面背米过去，粮票很紧张，那时候主要背米。后来我爸就希望我不要再混了，然后就让我上小学4年级。就是直接到了镇里的小学当4年级上4年级，所以我刚开始跟不上，就直接一下子这个上了4年级。对，所以我小学里面的那个算盘和汉语拼音我是没学过，我的普通话很差，跟那个也关系。后来那个小学考初中，我考了我们镇第2名，有2分没拿到，就是拼音和算盘。那就肯定还是智商很高啊！我当时不觉得，我现在觉得，因为我现在智商变笨了，因为当时不觉得。对，我当时我当时觉得大家不应该都这样吗？对吧？3个姐姐后来都上了大学嘛，就是有一个是初中毕业，大姐是初中毕业，2姐上的是师范，因为师范的时候不用学费，3姐上的是中师，他们后来都当了老师。2姐后来因为她教的很好，被请到南京，他是江苏省的学科带头人。我3姐是教小学特级教师，所以你们家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倔强的，一定要往上的这个。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一个基因有可能。因为我妈的性格很倔强，因为我妈你看带着我们姐弟4个人在老家是很不容易的。我外婆其实是以前无锡首富的女儿，她跟我说过，她在无锡好多条街，因为战乱，她就跟她的一个伙计就是我外公呢自己会做点小生意，他生了很多的孩子，因为10几个，那个时候都很艰难。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妈很聪明，而且很倔强，跟这有关系。你妈在你上学，包括你选择专业这些，给了你没有任何建议，就是你读完初中了以后也没有去选择师范啊什么的，因为家庭的情况。我初中的时候呢，在镇中学上的，那一年我记得是江苏省有一次奥数竞赛，本来的话通常是县一中才有机会参与，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们这些镇中学参与了，然后我也拿到了奖。我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考中专，扬州市税务中专。对，因为我觉得做个税务员应该是能挺好的，每天可以吃到肉。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每年养2头猪，杀1头卖1头。杀了那头，除了杀了那一天可以吃点猪下水，那其他的时候腌起来，吃1年还分给大家庭里面很多人吃。所以我觉得能够经常吃到肉，这是挺好、挺美好的事情。后来我们县一中校长跟我们班主任说，他说有机会可以保送县一中，然后跟我说，如果你填了这表格，你以后考不上中专，可以到我这来。我觉得这挺好。就你爸妈没参与这个事情的意见吗？他们不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跟我父母基本上已经不怎么说话。我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是走读吗？走读。那个时候呢，因为交通很差，要走1个小时才能到学校，然后还有上晚自习，所以我跟他们其实交流很少。我上小学4年级之后，我就开始做点拉作业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2姐，她给我带一些小人书，比如像小兵张卡呀。因为我那时候学习不好，老师跟他打架，因为老师看不上我，觉得我学习差，每次让我坐到最后一排，这个还同学欺负我，所以我觉得很悲催。然后我姐就让我看那个小人书，我挺喜欢看的。然后每次放学之后，我就在电影院门口小人书挑摊租小人书看，一直看到天黑。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朋友，能这么说吗？应该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太多朋友。
自我建构，自己拉主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太面。准确了，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上高中的时候3年住校，同学们都觉得我是找关系上进去的，因为我们正中学通常是考不上县一中的，然后我没考，我是被保送的，所以同学们都觉得我是找关系进去的，就是欺负我。后来第一次期中考试，然后我就考了我们班第1名，再也没人说我是找关系。第1名会被人嫉妒的啊，对了，第一个，对第1名会被人嫉妒。对的，所以没有。班主任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抽烟，然后人很好，他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我喜欢武侠小说，我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全看了一遍，天天不上晚自习，在宿舍里面看武侠小说。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我因为体检的原因，这个我的脾脏在肋骨以下5公分，那个时候是要体检的，肋骨以下3公分就不能参加高考。但是我们校长帮我争取了高考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考上你心仪的大学。然后其实我上大学之后我就很悲屈，我觉得我这门同学，对吧？我觉得学习不如我，我在想能活着为啥？我想了4年。我天天看心理学、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爸过世了，所以那时候学费不用管，所以那个时候你爸就已经过世了。对，就是相当于是90年代，就是那时候是20岁的时候，所以我就一边在探求生命的意义，一边打工挣钱，那时候我跟同学们基本上没啥交往。他们觉得我很清高，就跟我后来15年上中欧一样。我的中国同学都跟我说你去哪里你太清高了，不理我们。但其实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想。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吗？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会去打工呢？是因为那时候爸爸过世了，然后这个我要挣钱。那时候我们食堂大排是1块5一份，我希望我能1个礼拜吃到1次大排，要求就1个礼拜。对，我后来每天可以吃到大排，因为我成了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1个万元户。那是90几年，96年，很厉害呀。做什么呢？刚开始这样，刚开始做家教，做家教的话真的太少，我很费心。对。然后我做家教的时候，我跟那些小孩一块玩，结果学习还变差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差，我觉得我把他已经教完了，家长你不请我了，然后我觉得很尴尬，后来就去发传单，发传单也很累，站在那，对吧？也挣不了什么钱。然后后来又去做麦当劳、肯德基，我觉得站的也很累。对，您说的这3个其实是当时我觉得大学生基本上都会选择的这个工作，普遍的特点就是都是按小时计薪。对，很累，挣的钱少。后来呢，什么大公报啊什么，在南京找大学生去卖报纸。然后呢，我的同宿的哥们呢，他参与了。他说卖报纸卖得好能挣钱。他说那时候订1份报纸大概1000多块钱，可以提成100块。我就参与了。然后呢，后来一共有3个人坚持下来，我跟另外2哥们一块参与了。我们3个人坚持下来。像大公报啊，像这些报纸是只能在特定范围。其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这个挑战就是去。后来我们就想到卖到那些涉外宾馆，比如心灵饭店，人家一订就几十上百份。所以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就找那些涉外宾馆，那敲门人家不理你，然后好不容易见到，然后跟他看样看，然后后来终于找到决策者，一定要找到决策者。第一个找到目标客户，第二个找到决策者，第3这个有很好的技巧，告诉他你可以看一看，比如先订1份，让你的这个尊贵的客人看看怎么样，喜欢也可以多订。谁来做这个决策？经理吗？还是大堂经理？还是谁呢？后勤的人。那你怎么搞定这个后勤的人呢？没办法呀，只能等啊，一个个去问啊，然后磨啊，然后最后知道谁啊，然后等他出来的时候等着他呀。其实第一个最难，第一个其实突破了之后根本就不难的。你看今天饭店订了100份，我再跟其他的友谊宾馆就好说了。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磨练了你的销售的技能。我觉得销售很重要，销售其实就是推销自己的过程，而不是买产品。我当时就觉得是这样，推销自己过程就是让别人接受你。这个人一定要本分。一定要有诚信，你不能夸张，你不能吹牛，或者说价值观，觉得这个你这个人不错，你能吃苦，报纸确实不错，然后你也给别人能够接受的条件，别人就会试，那就可以了。涉外宾馆本身就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好生意，不发愁赚钱，包括那些人的素质也会比较高，会比较大方嘛。你的选择决定的就是你这个生意跟你说在街头卖报纸其实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当时也尝试过在其他地方去卖这个报纸，最后都不行。而且像一些涉外宾馆，比如像古南都饭店，他不会歧视你，至少能让你进这个5星级宾馆的大门。对，骑破自行车，有很多的宾馆他不让你进门。所以我觉得做生意也好，做行业也好，要跟那些相对有一定认知的跟你同频的人都交流。大学毕业你已经是万元户了，
你是选择了去当公务员，去下海创业。在那个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当时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上海坐绿皮火车坐了20几个小时，坐到那个深圳。你那时候到深圳的时候，身上揣着多少钱？600块钱。你不是当时是万元户了吗？最多的时候我花呀，给我妈呀，给我姐呀，对的。然后这个而且我属于有权利花的呢。我一直到结婚之后，我老婆管钱，我才不花。所以带着600块钱去了深圳。那时候花了50块钱，过了边防。检查站啊，坐别的那个小车的后尾箱进去了。所以后来我找工作呢，就那时候应该是97年、96年，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我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完了，就住那个天桥下面。天桥下不行，天桥下虽然能挡雨，它不能挡风。我就住烂尾楼，刚好旁边的在滨河路有一个工地，工地里面很多老乡，我就过去应聘了。我跟他说我是高中毕业，我想找工作。你说你不是大学毕业？因为我已经面试几个月，知道找工作不能说这样了。我就跟他说高中毕业，因为我那时候又瘦，另外进不到，然后人家也让我干了，然后我就当钢筋工。钢筋工具体要干什么事儿呢？扛钢筋、弯钢筋、砸钢筋。然后后来甲方欠乙方的钱，乙方就停工。停工的时候，我就旁边的深圳书城看书。后来那天的工作人员撵我，他不让我看。就走远一点到图书馆去看，图书馆看到深圳突击报，一家物流公司他们招人，叫誉满全球的欲求。我都说这名字好怪的名字，香港人起的，招一个什么物流协调员。我后来也投简历参与，留了我们小卖部的电话。面试呢之后，他说你没有工作经验，而且你英语也不好。我说没有工作经验，你的物流没人知道什么叫物流。我张白纸其实你想怎么画都可以画。然后英语其实不难，我学东西很快。如果再有第二轮面试，你给我机会，你给我机会了。然后这1个月里面刚好这个我就去英语角，然后还去图书城买了本书。然后在面试我的时候，我已经滚瓜烂熟了。这面试完了，他说你希望待遇多少钱？我说我希望包吃包住，因为工地几十个人，文字太多了。然后他说我们不包吃包住，他说待遇多少？我说按公司的规定吧。后来第1个月上班，发现我很多同事是老外，香港人、新加坡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然后一起做。无论他们8点钟到公司，还是在9点钟，我都在公司。无论他们晚上4点离开公司，还是8点钟离开公司，我都在公司。因为你住在公司。我住在公司，因为我没地方住啊。每个月大概25号发工资，那时候发现金8000港币。我觉得挺好，我太开心了。他后来跟我说，他说 Bruce 你这个，我们觉得你工作很认真，因为我天天闲着没事就琢磨把它弄准了，别人让我符合，我就符合3次，对吧？然后比如说原包装箱我用秤，电子秤，所以他们觉得经过我的时候，就哪怕来货的时候就有问题就发现了。无论这些货来自于日本还是德国还是意大利，我都发现问题，然后退回去，不会送到客户手上的时候出问题。那个公司接的客户都是国际客户，都是国际客户。当时唯一的国内客户就是华为华为是我们第一家国内客户，我还见过任正非几次那时候他们在深圳南山科技园。这个人脾气很大，对，骂人，智商很高，情商极低，对我印象很深的。然后给的钱很高。他那时候为什么会找你们来合作呢？那时候他卖一些通信设备给一些第3世界国家，主要世界银行赞助支持的一些国家，什么非洲啊，东西坏了之后呢，他要把它收集一下，运回来维修再送回去。我们公司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然后我们跟他们开会。然后呢，开完会之后，我们那天在车上聊，他说：“你看华为这的，你看扎领带都不会扎，扎的像红领巾。”然后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说我扎领带有什么关系，对吧？重要的是你要做事很好，本来六个月的项目，你要2个月做好了，1个月做好了，效率极高。真的是很平民狼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其实对一个公司的影响，对公司的影响很大。那时候我有哥们，就是刚才说了，大学里面跟我一块卖报纸的，他后来看到我来深圳，他也来深圳了半年。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一年97年初，邓小平过世了嘛。然后当时他来找我，我们俩在工地上，因为深圳的时候一到过年全没人的空城，对，我们俩就在人人乐买了一点猪头肉、花生米。我知道人人乐，对，人人乐一起喝的酒，然后感叹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他后来去了富士康，成了富士康比较早的一批，就是内地出身的高管，对。我们那时候聊富士康，觉得他是富士康很好。你看，有单间宿舍这个虽然没有台干好，但是每顿都有红烧肉，这很好。那时候一起聊，他后来去香港了，去了一家这个
中兴通讯出来的人创业的公司，一家上市公司，他在香港公司负责所以你在那家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待了6、7年，你觉得学到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Do right thing right，用正确的方法做事。然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思维的一个价格图、系统、流程、表单，形成一个体系化的东西。第3个呢，知道很多的不同的生意，有些生意天生是挣钱的，比如说海德堡印刷机，对吧？海德堡是全球最大的印刷设备制造企业，已经有175年的历史。80、90年代，海德堡印刷机被大量引入中国市场。我后来去德国出差，我还特地去海德堡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机器真的做得很好，连油墨都不够卖，供不应求，很贵啊。那时候我记得一桶油墨几千美元，就这样还很多人需要，刚需，这是好生意。我后来做物流做物业，我也尽量服务高端客户，我不跟那些中低端的玩，太累了，他们会搞死你。想了办法去决，那一定要做高端的客户，或者说你就成为高端客户的股东。在物流行业里面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呢？做差异化，一定要对客户服务好，客户是第一的，要为客户提供全程解决方案，一站式的，从原材料到成品，然后上下游，你为客户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个物流部门或者每个仓库部门或者每个运输部门、每个报关部门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超越他的需求。理解客户的需求，超越他的需求，超越客户的需求。对，这听起来就是苦逼生意共同的特点。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什么办法？找高端客户，他们对价格不太敏感，他们对品质要求很高。我们之前服务过印度大使馆，几个大国家最穷的，再穷他也不会拖你的服务费。其实你们当时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外资的客户为主，除了华为都是外资，做手机的、做电脑的、做汽车的，奔驰、宝马呀、奥迪呀，医药的，格兰素史克啊、辉瑞啊，化工的，陶氏化学呀，各行各业的都有做零售的，比如说像沃尔玛，零售生意是苦逼生意，千万不要做他的生意。沃尔玛是最难伺候，因为他本身就省到家了，做他的客户很好，但你做他的供应商，那省到家了，那没什么意思。然后呢，比如说做那个快消品的。P&G 很好，宝洁那联合利华还好，后来呢说的本地化推进也不行了，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差异化。中国的洗发水、什么卫生巾之类的慢慢起来了，他们也不行了，真的太卷了。因为中国人就是他特别善于卷。你那个时候听说过顺丰吗？是啊，顺丰，就那个时候顺丰其实刚起步，90年代刚起步。90年代刚起步，对，因为王卫当初还是在深圳、香港两背东西水货，背水货的那个，对，这是挣的这第一桶金对，那时候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这个物流外资还是多一点。后来快递慢慢起来了，快递起来是因为中国邮政做的太差了，它服务不好，然后加上电商慢慢有需求，然后你看顺丰啊、什么四通一达就开始起来了。但总体而言，快递不是好生意。因为太累了，你看把一个包裹也好，一个信封也好，或者一吨货也好，运过来运过去，就要经过很多环节，都是哪怕机械设备也好，人也是，就是一个很累的生意。对，他拼人力、拼速度、成本、效率、客户体验，这些东西都是很痛苦的生意。你最好是只拼客户体验其次在效率，成本最少的，最好少一点。在这个公司干了6、7年以后，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我在那边被压榨的过头了。我后来离职之后，3个香港人接了我的活。每个人是不是每个人工资都比你高？对，当时老外和香港人都比我工资高。我当时的老板是香港人，那现在也不容易了，因为随着他的时代过去，好多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他可能是风生水起，但时代结束，他们可能第二曲线，他们可能也会难一点。80年代、90年代其实是香港最风生水起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因为香港正好是内地跟外面世界的一个中间的桥头堡，就是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些人不管在当时的价值有多高，感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就也落寞了。如果那些人能够打理好自己的资产，也许还过得不错。但前提不要赌博，不要吸毒。你如果说做一些收租的房产，或者做一些投资，或者海外的布局，应该还可以。就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内心觉得他们拿到了跟他们能力不相称的溢价？是，不但内心这么觉得，我当时也这么说了。我说我不想干的，我觉得我付出跟回报不值。
不值。他说他同意，然后他的老板就是另外一个香港人，他也知道他们剥削的太过头了，他给我发了一个 special bonus， 他可能表达他的愧疚吧。但是他不可能为你改变这个制度，不会，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只会让少数的那些人享受，他不会有改变的制度，所以他后来也跟那个时代一起落寞了。从那离开以后呢，就去了上海就来了上海了。对啊，到一家美国公司就是从烧掐华南变成中国区了。在03年之前呢，物流主要是华南多一点。然后03年的时候，慢慢的就是物流开始热闹起来了，从国外把一些来到加工的原材料运到中国来，然后生产好成品，比如电脑啊、手机啊、服务器什么的要出口出去。我虽然来上海主要是做这些物流。你那时候感觉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差别吗？就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欧美的人，对，这个新加坡的人，对，台湾人、香港人，他们很明显，比如说美国德国公司或者美国公司或者英国公司。他们这些人可能是第一档的，鄙视链就鄙视到最低的就是我们中国了，所以我就很反感这个。后来我做了这点成绩，我也找那个美国老板，我说你看我做的业绩比那个隔壁的 Marcio 对吧、Dennis 强多了啊，为什么我一年才60万，他们200-300万？他说他们是 expert 就是老外啊，我说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不公平。这个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不是这么说的，你看看那些员工手册里面跟你说的写的不一样。我说这个你恐怕要重新再 review 一下。他说你这个你要注意你的沟通方式。我说你要注意沟通方式是表层的，下面是企业文化，这是核心的啊，对，大家不欢而散。后来我也跳槽了。我觉得企业文化是这种，你说一套做一套，那肯定不行。去了一家马来西亚的跟香港合资的一家物流公司，作为公司总经理，第一次做公司负责人，很焦虑。因为之前呢，虽然积累了一些行业的一些认知和客户资源，对，但毕竟呢也是第一次执掌公司。而且那个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是亏损的，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客户，唯一的一个客户宜家家居，他们在这个松江自己买地盖了一个仓库，把货就搬走了。所以我们公司呢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仓库就空了。空的仓库，裁员只剩了才10几个人，包括保安员在内，前台就1个人，还兼行政，财务就2人，不能再裁了，怎么去做把这个现在养活呢？所以我接受岗位的时候就很焦虑。后来运气不错，我们就跟一家美国的船公司合作，把他们从南美和北美、印度进口的棉花放到我们那，这样不亏损了。后来呢，这个刚好联想。Lenovo 它并购了 IBM 的笔记本电脑ThinkPad 的话呢，在中国当时有3个工厂吧，其中一个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谈下的最重要的客户就是 Lenovo 这个联想的那个客户，因为其实也是正好赶上了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企业开始收国外的一些品牌啊什么这些。Lenovo 这个业务也是跟团队一起合作拿下来的，包括深圳公司有很多的合作。当时你们还是一个小公司，那你怎么去竞标获得这个呢？因为跟Lenovo有一些在前一家公司的一些合作，所以参与。之前的人品还可以，我跟他谈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说本身我们这个虽然没有团队，但是我们团队是可以随时可以建立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本身跟你已经合作过，就像你去大统大洗脚一样，对吧？装修再好，跟你关系不大，重要的是给你服务的技师怎么样？他觉得这很贴切，然后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跟他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合作备忘录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应的，然后我就可以招兵买马。那个单子大概一年应该差不多1个亿，1个亿人民币，营收，对，大概几千万利润。哦，那很厉害。然后我跟上家公司一块参与。给他们服务，慢慢份额做大了。比较骄傲的一个地方呢，就是07年刚好次贷危机，大家都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上海和苏州交界的地方，差不多青浦和那个吴江交界的地方，我跟当地政府去谈，通过当地的一个上市公司一起去合作，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在那里买了1000亩地，物流用地，当时7万块钱一亩。当时7万块钱？对，7万一亩。现在多少钱？现在我估计应该有200-300万吧。当时分批支付，当时公司我管理的公司呢已经开始盈利了，差不多1年几千万利润。对，还运气不错，因为处于一个向上的经济环境里面，其实当时压力其实很大，因为呢地是分批交付的，分批交付完了之后还有建设招商，当时压力非常大。当然后来还是赚得盆满钵满。再过了几年之后，慢慢的随着招商进行的不错，老板也赚了很多钱，就把这些物流用地股权给出售了。我自己呢也挣了一点小钱。买地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因为花的不是我的钱，
因为我是打工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机会亏的概率很小，挣的概率很大，因为我相信这个再大的危机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它有些是金融危机在海外，中国这边其实影响不大。其实你们公司账上花了不少钱啊。应该是。因为这个钱呢，我管不了，就是你还是个很本分的人啊。对，我觉得本分好一点。换着我在越南开个公司，我觉得我也会怀疑越南总经理的，没有安全感嘛，对吧？没有安全感。买这个的主要的用途是在仓储物流用地。这跟你原来的那个工业物流的区别是什么？它这个更多的是瞄准一些零售客户。07年的时候呢，电商已经开始慢慢兴起了，一些同行他们已经为电商提供服务了，比如说爱马仕的包啊，对吧？那时候京东也开始起来了，京东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对，有的这个电商的物流开了以后会取代一部分线下的实体的零售的。零售本质上是很难差异化的。它只是作为零售商，无论是沃尔玛、上面会员店还是家乐福，他把东西买过来放一放就卖出去，对吧？它只是渠道。那渠道的话意味着它很难差异化，只是看成本。那你家乐福的店，它的租金、它的人工，这个只会越来越涨。对，会越来越涨。那它线上的成本其实是边际效应几乎为零的。对，边际效应为零，所以基本上它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取代一部分。我们选择的地方呢，刚好也是华东地区，我们做了一些模型测试，那个地方应该也是派送江浙沪总体的长途运输成本是最低的。那里现在也确实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商物流库，比如像京东啊、什么阿里啊、天猫啊、唯品会都在那，成本也锁定的。锁定的话，基本上以后租金在涨价跟它也没关系，它也会增持。我理解成本就是因为你们已经那个租金买地的成本买地的成本已经锁定的，土地成本是最大的嘛。对。后来菜鸟啊，再后来应该好几年前开始在全国各地买地建仓库，都已经晚了，成本已经是比较高了。他们等于说是在买的高点的。你看这几年这个土地成本又降下来了因为土地成本是个大市场，对吧？对，因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已经很少了，然后完了之后也会影响到这个物流用地。老板都在国外，就是你在国内来做决定。对。他们为什么会授权给你来做决定？因为他们这个生意已经没有办法了，试一下，反正做不好，过几个月走人呗。而且那个时候所谓的总经理其实销售经理，然后就是谈业务，然后拿到业务之后去做运营。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这个物流这个行业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繁荣期，已经见顶了，可能开始要往下走的时候呢？我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应该还没到见顶。我12年去进入物业行业，12年其实还没见顶。其实我认为物流呢，其实跟宏观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行业，因为它无论是渠道商还是工业，就是这些工厂，它需要物流，都是跟现在相关，跟工商企业相关。因为它的客户是工商企业嘛。然后工商企业，我觉得应该是21年、20年、22年这几年的时候是见顶的，所以物流这几年也很难。现在整个中国的仓库租金已经跌回20多年之前了，跌回20多年之前。对，我03年在上海的时候，现在上海的租金比我03年在上海的时候还要低因为太严重的仓库过剩，投资过剩吗？因为供应过剩，需求不足导致老百姓没钱去消费，没消费意味着那些消费品以及消费品背后的工业品需求变少，那供应也会过少。然后呢，这些仓库就空下来了。您说的这个是内需市场，内需市场的萎缩导致进出口也是一样。因为在18年呢，这个川普在跟中国做贸易战的时候，很多企业开始规划出海了，很多产能都搬出去了，搬到东南亚、墨西哥那些地方，包括加拿大、土耳其，甚至有小部分去了美国，所以进出口也是一样。现在国内就是整个物流行业都很艰难。那12年转向这个物业的这个无意的然后也是运气有朋友推荐。12年做物业的时候呢，物业这行业还不热闹。我当时看到的是他们的养老院的生意，那时候想做养老院的生意，我觉得他养老院的生意比较吸引我，所以我加入之后做了很多调研，看中国有没有机会做养老院。那个时候确实很多人在布局这个养老院我做了很多调研嘛，中国老人呢，有钱人还没老，
老人没钱，嗯比如像德国那批富人，养老院生意什么时候是2000年初， 2000年初德国的富人年轻人成长起来的。啊，二战之后等于是说二战的死了很多人，对，然后剩下的人呢就变成了能够就是二战之后就是赶上了这个经济的复苏重建。日本也是一样。啊，日本也是这个战后重建那边，那帮年轻人变老的。就是有钱的那帮人变老了，中国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那就应该是60后嘛。 65之后，再往前面一点还有可能吗？也有可能，但是这帮人很少。通常只有年轻人或者没有办法的人才会离开体制内去做事，因为它有一个纺锤型嘛，对吧？对，你大部分呢是集中在65后80年前这个阶段。这相当于是对您来说，在那个时候肯定是一个新的行业。你在多快的时间对这个行业建立起了你的认知呢？行业认知其实很多信息是公开的，至于一些深层的信息，逻辑是一样，无论是物流还是物业，都是通过对物的服务来实现对人的服务。何谓深层信息？深层信息包括2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生意的逻辑，比如说物流，它把这个货物从这里运到那里，在2个国家还是2个省，或者离得很近，或者是从美国运到中国，或者原材料或者成品。物业也是一样，无论是这个办公楼或者商场或者学校或者医院或者住宅或者地铁站或者这个高铁站各种场馆也是一样，通过对物的打理实现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服务啊，比如说安全呐、干净呐。电力，比如说强电、弱电、机电呐、设备啊、电梯啊、玻璃啊等等啊，都是一样道理。我花了1个月时间，基本上了解这个情况了。因为呢，我会跟公司同事交流，尤其是跟一线的项目去了解，跟一线的项目员工、一线的这个客户去交流，就知道整个这个市场是怎么样。市场里面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客户、我们自己，我们要找到什么样的定位，哪一块市场利润相对比较丰厚。刚才我们聊到，我们要做一些相对的高端的客户。12年的时候呢，竞争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激烈，当时主要是一些外资在做的多一点，然后外资的问题在于它的服务价格比较高，管理成本也比较高，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合规，同时的话呢，他们决策者并不在中国，决策者不在中国，中国的很多管理层花很多时间跟老外解释，通常比如像法国的索迪斯。索迪斯是全球领军的餐饮和设施管理服务提供商。1995年进入中国，客户涉及工商企业、医疗养老、教育和体育赛事与休闲娱乐各领域。他们希望把在欧洲成功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比如搞中央厨房做冷链的运输，那么扯淡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根本不需要，也没这么大规模，网络也不行，但是他们要去做，那成本很高。我们呢更本地化，我们要德国的品质，价格向本地公司贴近，服务超过或者不低于外资公司，我们就可以获得客户的青睐。当时本地公司跟外资的这些公司，这个价格的差距大概能很大，1倍到10倍，1倍到10倍的差距。对就索迪斯就相当于是外资，因为反正我知道索迪斯、Compass、ISS 做了很多机场的服务，服装机场行业做了，他做了很多欧美的机场，这个巴黎啊，什么美国好多机场都是他们做，那他们信得过，所以会给他去做，美国的 First Service，他做很多，在美国做得很好，这个过去好多前几年股票涨了几10倍，这应该都是500强的公司。Compass 和索迪斯好像全球500强。但是在中国的话，进入中国很早，花了很多钱，招了很多老外，几百名老外成本是很高的，当然老外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对这个会增加很多管理成本，这个管理成本会最终分摊到每个项目上，每个项目无论是项目续签还是招投标，它的管理费都比较高，所以就会带来竞争的劣势我们呢，我来了之后基本上没有让老外再留在这里了，我觉得老外很重要，但是不一定适合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德国公司对，是吧？对虽然都公司，所以但是人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对，德国人呢可以经常过来检查工作，对吧？然后这个过来做品质或者做指导做培训，体系可以借用德国的，但是客户还是中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抓住高端市场，然后主打性价比，就很容易做起来。在高端市场打性价比，这样的外资公司，我们稍微降一点，他们也降不了了在一些战略客户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报价降到它的成本，因为它有很多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在它的成本里面大概能占到多少？5%到10%甚至更高。毛利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当年差不多20%-30%。管理费的成本已经占了5%到10%，那就很大一个。是对所以去打他们是很轻松的。有了决策之后，开始调整组织结构我把我总部的人砍掉2/3。剩下1/3的人拿另外2/3的人带工资奖金
啊那他们很有积极性干活。我让他一个人接2份工作，2个岗位和3个岗位，然后把下面的员工也是一样，把这个以前中国区好多的层级，下面有区域公司，区域公司下面还有分公司，分公司下面还有片区，我直接干到分公司，分公司直接到项目。这就是你刚刚说的第2点，就是说你其实强调做正确的事之外，还有好生意、坏生意，就是还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体系化嘛，对，体系化是吧？你做这个体系化的工作的时候，你的遵循的原则或者是那些出发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基于效率、成本、客户体验，物流、物业、服务行业都差不多，饭店我觉得也差不多。你要么做的菜特别高端，服务客户体验很好，对，或者说你做一些大排档，对吧？店铺你可能对客户体验不一定很好，可能小姑娘只要把东西扔在外人面前就可以了，但是价格便宜你也接受。我更多的喜欢上面一个。你喜欢上面，因为上面毛利率高，跟他们相处我也觉得愉悦。调到组织之后就打市场，打市场不难。我当时把差不多一大半的项目砍掉了。根据什么原则去砍呢？毛利率啊，毛利率，毛利率很重要的一个项目。第二个就是前景，有些项目可能现在毛利率低，是因为之前没管好，然后还是有前景的，我们愿意去花钱花时间去弄。很多生意不值得做，所以砍了一大半。这样我集中一小半，可能40%的生意。然后这个把项目的员工也是一样，那项目有更大的自主权，然后更高的激励。项目员工只关心服务，不考虑成本，因为合同往往签1年到3年，他一旦考虑成本，他有短视思维，他就希望把这段时间合同期间把利润最大化。上面分公司才考虑的是一个综合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主打一个客户，把客户做好。比如上海我跟新鸿基合作，对吧？新鸿基在国金中心啊、环贸广场啊、中盘广场啊，怎么？然后比如 SAP， SAP 在上海张江高科，他们的价格一点不敏感，因为本身也很赚钱的，对，很赚钱。公司 SAP 的这个全球 CEO 他来中国出差，我们可以提供贴身安保服务。比如说德国总理当年是默克尔去沈阳宝马参观，对吧？他们需要更多的一些安保服务，我们也提供。就连安保服务你们都提供。对，安保，其实我觉得我做精，我想在好客户身上挖掘更多的生意机会，而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些这个穷客户或者说这个很苦逼的客户生意上。我们做了一些奢侈品，什么 LV 啊、古奇啊、爱马仕啊，就这一类的客户，我们只做有钱人的生意，然后给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就像我有一次去香港出差，Prada 跟我们开完会，所以那我们降价。然后我觉得不降价也不好意思，那我降1%吧。他说哎很好，然后呢给我们开会呢，一个人发了一个 Prada 的包，我觉得谢谢你。对，这样的价格其实比他们是包贵，我觉得要这个表示。对，要这表示，因为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很随意的，他有很多的小作坊，包括他的美食做的都很好对，精品的，对，做精品就简单了，就是逻辑。我们逻辑其实跟炒股投资一个道理，就是把生意尽量的做简单，招好生意，然后要做简单，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够就是把事情变得简单了。对，你一开始做一个复杂的事情，那就累了那时候你还看我这个养老院这一块的这个生意？我当时在调研我去了好多国家，你看这个欧洲基本跑遍了，然后这个美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都看了，养老院和调研的结果，当时什么样做，现在我估计也很难，有前景，但是做不了，就是下不了手。对，因为养老院做生意呢，需要3个条件，第一个，有钱人变老，哪怕有钱人的父母变老也不行，因为他们从小观念没变好，他们还是要节约的。每个人他很多行为或者思想，来自于我觉得最重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来自于基因，对吧？可能占大部分。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可能20岁之前的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的。2次人类走出非洲，对吧？第一次是尼安德特人，30万年前；第二次是智人。他们不是闲着没事出去旅游的，生活所迫。对，生活所迫。然后非洲走出去到欧洲，然后白天小到美洲，然后有一些到亚洲，然后有一些到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是环境所迫。那我觉得很多人要像或者一些所谓的前瞻，一定要预先知道环境往哪个方向变化预先知道环境往哪个方向变化。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对，就是所谓的前瞻。这个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比如阅读和交流。其实已经很快的让这个公司走上了正轨。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让你就是最后面要到一个民营的公司？对，但是这样的，我们德国的老板过世了，他是第一代创始人，他是这个当年2战之后应该10几岁吧，跟别人借了50马克，然后找了一些保洁阿姨给人医院还是酒店打扫卫生的，然后呢生意越做越大，他找了美国的2线的女明星，就生了一个女儿，
那女儿呢，好像在牛津还是剑桥上学，毕业之后呢，找了一个流浪的艺术家。老爸在的时候什么都好，突然过世，当时多大年纪70多岁吧。老一辈的企业家总觉得自己能干一辈子，接班人计划没安排好，加上那个遗产也没有分割好。后来母女俩各拿出一份遗嘱来争夺遗产，开始打起来了？然后就选班战，以后很多老人被排挤了，很多国家总经理也走了，因为动不动被叫到欧洲开会嘛。老板对我挺好的，我想多撑一段时间。然后呢，有些国家总经理走了，我就接。后来我也接不动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业绩做上去啊。他们不管这些员工的，生意不好，这些员工要裁员，所以我觉得很痛苦。我一边要跟他们搞玩政治，不擅长。因为我觉得我性格比较耿直，因为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对任何一个人都没表现出好感。就是说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对，然后家族企业里面原来那个最有权威的人又突然走了，对，然后呢，现在家族企业里面有两派。你当时这个中国的这块业务占这个家族企业的大概的分量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呢？不大。我接手的时候大概全球国家我们第18名，后来好的时候到了第5名。第5名，第一个最大的是德国，其次是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这几个地方，那就是欧洲的。对，这几个地方呢，因为进去已经超过40年了，那么做的确实那些国家总经理很牛，我很敬佩他们，我跟他们关系也很好，现在也关系挺好的。那你其实相当于新兴市场做的最大的，可以这么说，本来也应该，中国这么大，对吧？对，我觉得是当时有这个市场环境、经济条件，但是后来我也吃不消了。他们问我的意见，我跟妈妈说，我说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很合适的这个要去管这公司的人啊，你也许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我跟他说了，另外他不认同，那个人被他干掉了我对女儿也这么说的，你觉得他们俩不合适，他们就觉得你不合适。对，后来他们就派了个英国人，估计临时找过来一个人放在我上面，那个英国人就所有的费用报销都要经过我签字，我觉得这很尴尬，他也很尴尬，他老是跟我谈这个给我洗脑，我也受不了了。我说这样，你把我的名字放到你的销售 list 掉，销售 list 他们要开除的人，他说好。我觉得我也挺好的，我也不跟你玩了。然后这个然后谈个我觉得合适的价钱，我也报了个价钱，随便报了一个，他同意了，我说很好。拿走了。哎，你没想过后来其实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外资的公司把这个中国的业务最后面独立出来，或者比如说私募基金啊，或者是 MBO 啊，都有这种情况。当时没想过。我觉得这个我对这公司有点失望我也不想干这个事情了。没意思。不想跟他们再缠斗，浪费精力了。就是相当于是说，你从这个德资的公司出来以后，其实去了后来这家叫 A 股公司，当时还没港股上市。对，他找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他的物业的这一块的业务独立出来，做大。而且一方面呢，分拆在港股上市资本市场；另外从业务层面而言，服务地产之外，开发拓展新的客户，需要让物业公司能够独立出来。那要怎么做呢？首先组织上要独立，对吧？如果说这个我的老板是地产总裁，那很痛苦。所以我试用期过了之后，我就跟老板说，老板也同意了。我想着怎么去市场化去做，我肯定不能够随便的并购。我们不通过中介去寻找被并购单位，我们自己认为哪些单位合适，我们再去并购。我看好，比如外资市场，比如说医疗市场，我们去做。你最开始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是的，我要做高端的，有门槛的，有技术门槛的，而且不只是花钱能搞解决的。我们并购了一家德国的外资公司、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大使馆的生意。大使馆的生意是？那家德国公司本身就有。其实我在那家德国公司的时候，我已经做过美领馆的生意了。我们做的是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一个同行，一个德国公司。把他给并购了。本来其实是竞争对手，他是德国人，然后呢平时很多交流，我觉得他还做的还挺好的。疫情好像那时候快开始了，我就跟他说你赶紧回国。他听了我的话，然后他就跑回德国了。后来这个疫情越来越多，他也不能回过来了，他就很着急。我说我帮你看公司吧。他说那你是想买？我说是的。那这样他担心我这个骗他的钱。我说你招一个投行，安排一个招投标，然后我就中标了。因为我对他业务很熟，我们报价不是最好的。但是呢是最符合他需要的。因为他无论是卖给谁，人家都要对赌。而他在德国，那怎么对赌呢？因为我给他提供的方案很好，他希望第一笔拿到更多的钱，然后呢最好不要有对赌，我给他有一些对赌，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所以他很开心，第一笔拿到了大部分钱。他拿到之后再骂了他。退休了，他应该也是70后，人生已经可以开始愉快的享受生活。对。大家听这一段的时候，可能觉得云淡风轻，但其实你是同时在打另外一场仗嘛。
意料之外得了一场重病，而且是在这个 offer 已经接到了，已经上了1个月班了。刚上1个月班，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接 offer 之前我也说了，我说我们全家打算7月1号去加拿大1个月。19年7月1号。他说不能那么长时间，我说那1个礼拜，他说好，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去加拿大了。然后上了飞机，我就开始按照加拿大温哥华的时间开始休息作息。但是那次我怎么也睡不着，到那边1个礼拜7天，我没有一天睡得着。你平时倒时差很快，但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到加拿大7天，状态很差。7月7号我就回来了，我先回来了。回来之后，我有一个人回到家，然后一直在睡觉了。我不知道我睡了多长时间，应该睡了24小时或者48小时。睡醒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头不对，我换了一个脑袋。但是我身上有伤。我后来推测，应该大概率我是犯癫痫了。对吧？我大概率犯癫痫，但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要继续上班，然后我就继续上了10天。因为那时候我也到处跑了，我要了解各个地方情况，出差很多。回来上海之后，我就决定不能等了，我就去医院看了。我们家附近医院，医生跟我开了让我做了核磁共振，等了他2小时。然后他电脑里面看了片，然后看完之后跟我说你脑袋里应该长了不好东西，你现在直接去华山医院。华山医院那边做一个增强核磁共振，他们脑外科比较强。他说可能要开颅。7月17号我印象很深，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冻僵了。我以前身体那么好，我都有抛开腹肌，当然不像现在这样。我直接打个车去华山医院，华山医院排队人多得不得了。我厚着脸皮找医生，你给我加号，约了9月底。我就等不及了，我就直接打车回家了，然后在路上打电话找关系。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华山医院，那个关系起了作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中美合资的一个医院，不用排队，然后费用自付，就给我做了个增强核磁共振。那医生给我看了，他说你这个应该是一个恶性肿瘤。你要做的决定是什么？当你知道的这个是有可能是有恶性的话，而且是当时脑袋是糊涂的，很多人说话我就跟没听见一样，完全没有脑袋，或者说被换了脑袋一样，所以我就是觉得很焦虑。住院之后我还是糊里糊涂的，一直到有一个晚上，本来一个病房2张床，然后半夜从 ICU 推了一个浙江温州的老大爷，植物人，ICU 已经住了6个多月了，然后他的老伴拉着他的手给他唱歌。唱这个我真的好想你啊！哎呦，我就听得我真的泪如雨下。我那时候觉得清醒了，我就赶紧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还有一些钱，小金库，我说你给你，对吧？然后我医生说，我说我身体一直很好，我的脖子以下部位都可以选择去。跟大宝小宝说，我说那你妈将来做什么决定都是可以，我希望你们支持。我姐来了，我跟我姐安排好讨论好我妈该怎么安排。交代完这一切，我觉得彻底放心了，我就没啥牵挂了。身子有病，富贵在天。然后我姐就给我做了一顿我们扬州菜狮子头红烧肉，然后吃得很开心。我记得5点半吃完6点钟，睡了12个小时，记得很清楚。这一件真的记得很清楚，其他很多人都不清楚了。睡了12个小时，然后起来之后，我的是第1台手术。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真的手术失败，不是你们责任。我先把责任说清楚，这应该是我命不好。我说你们该咋地咋地。你是不是以前会觉得你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对，在那个时候你觉得是不是老天对你不公平？3年时间觉得老天不公平。我以前不抽烟不喝酒，找到我觉得真的是不公平。但是不管公不公平，要认命。我不认命，他既然来了，我做最坏的准备，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对，我觉得我的命由我不由天。我看哪吒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这样。说了之后，现在看来很成功。我不知道对那个东西大概有多大？我这块地方是空的。它的脑组织加上那个肿瘤加起来是8厘米乘7的3厘米乘7厘米。它会影响到大脑的什么？我呢，因为在右脑额叶，左脑一般相对控制理性成分，右脑控制感性成分。额叶刚好是人和动物很大的区别之一。人类第2次走出非洲就是智能，智能为什么叫智慧的智？就是因为它有额叶了，但额叶就好像人的 CPU 或者 GPU。那其实我这部分是损伤了。木场医生讲，我就残疾了，你的腿断了，你可能要拐杖。你脑子坏了，你用什么东西？就是应该是说你脑子那部分负责感性、情感、情绪表达的那个部分受损了，而且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所以手术之后，医生觉得很成功，医生觉得不死就是成功了。我现在是没死，但活得很惨，因为手术之后，我被绑在 ICU， 头部四肢固定在那，然后有一个棒在往我这吸血水，我痛不欲生。这之前有住过院吗？没有。从来没住过院。他医生成功的判断标准，我跟他探讨过。我说你成功的主要是不是活着？他说是的。
所以他切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只要有点可能，他都切掉。嗯，那他至于活不活，他活得痛苦不痛苦，那另外一回事。就先切干净再说。对，先切干净再说。然后我去复查，然后我就跟医生的助理聊，他说有人做过类似的手术，然后这个人就疯了，就情绪失控。情绪失控，剩下来的苦难由我一个人承受了。主要是疼呢还好，我能承受掉，几个月就不疼了。第二个问题就失忆，我不认识人了，很多事也不记得了。那咋办呢？没办法。那我那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刷抖音因为我不能看书了。抖音给我推的这些绝望的视频，好像没办法。然后后来我开始可以动了，我开始走路。走路的话，我就会迷路。那走不动，那我就爬。总之，我一定要站起来。生存意志还是非常之强烈。我当时觉得，我要死也是我自己跳楼死，必须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是的，是的。手术之后大半年，我才知道我得的是恶性肿瘤。因为所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偏良性的，但我听不懂什么叫偏良性。其实偏良性就是恶性，但是我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理解能力了，因为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很多人的微信我删掉了，我不知道。有一段时间的疼痛，有一段时间失忆，然后抑郁。但是老板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要干成，我要履行我的承诺。因为老板在我生病的期间也派人过来看我，然后来了之后呢，这个我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我是可以工作的，因为这岗位呢已经找了2年多了，从现在找人的话呢，你们可以继续找，如果你们找到更合适的，我愿意及时撤成。在此之前的话，我会继续做然后我建议对我的试用期延长6个月。那你们觉得合适的时候我再转正，因为当时我需要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有价值观。当时价值感，对价值感，我觉得当时自己觉得有点像废物的感觉。我以前喜欢跑步，我喜欢健身，也跑过马拉松，玩过铁人3项，怎么就得了这个病？我想不通。因为我以前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我的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你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你太压抑自己了。你看我们啥都干，反正就是你知道。我其实是生病之后我开始抽烟喝酒了，因为我很焦虑，很烦躁。我经常做同一个噩梦，我差不多有3年时间每天做同一个噩梦。我每天梦见自己掉到一颗井里面，怎么也爬不出来。然后但是我后来有一天突然我觉得我就不再做这个梦了。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我记得19年7月份住院期间，当时我还看了一部电影叫《哪吒》，对，我穿着病号服去了电影院。然后那个电影院看门的那个阿姨说你不能进去。我说为什么不能进？她说你是病人。我说我穿了病人为什么不能进电影院？然后他说不过我，然后我进去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很喜欢你们台词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你的人生信条。对，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话，但是我一直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出院之后大概2-3个月我上班了，我觉得上班能帮助我，工作能让你重新获得那个价值感。对，工作确实能让你获得价值感。因为那时候绝大部分时间是糊涂的，但少部分时间是清醒的。就早上起来的那段时间我是清醒的，那段时间我就做事。到公司去也是一样，5点半起床，跑1小时6点半，然后7点钟出门。司机到楼下把我接了之后呢，开车到这家车库，然后我的助理在车库电梯口等我，让我自己上去我就找不到门了。到了公司之后，他给我把做了这个事情要出去决策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怎么做。有些会我就不参加，让他带我参加。其实真重要的决策1天1-2个足够了。如果天天好多事做，那说明你没做好。你把重要的事变成紧急的了，你把重要的事做完了，其实没有紧急的，或者紧急的很少。就这样，就很简单。主要会多，电公司会太多了。出差很多，每天运动每天冥想，然后能看书我尽量看书。然后最痛苦的是我不能抽烟的时候，因为我很烦躁，我狂躁的不行，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无法自己控制自己狂躁，所以我每次就是尼古丁让你这个缓解。因为当时我的胸口有一团火我不知道这火来自哪里，我去年才知道这火来自于大脑。我能感觉到这个神经是从这里一个电流从这里从我的脖子穿透我的胸，一直到腹部到腿，然后到脚。我知道我后来知道脑和肺是相通的。这个我表哥，就像美国表哥，他就是因为肺癌，然后转移到脑部，然后转移到全身的。所以其实那个包括这种冥想呼吸，其实都是就是肺和脑的这个连接，加强这个连接嘛。对，是的，当然这样。我觉得每一天都煎熬，不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煎熬，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不烦躁。比如我去健身房，我锻炼，我跑半小时步，我一定要出去抽2支烟，我觉得这很难受。但我没办法，开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好在我除了跟老板开会，不能这么做。老板后来理解我，老板呢基本上1个月跟我开一次会，我觉得1个季度就可以，但是他习惯1个月开一次。然后我跟其他人都开会都好，因为我官最大，也没人管我，他们可以给我安排一下。比如说我出差也是一样，司机把我送到这个机场，然后呢，我在机场上飞机之前有个休息室，先抽根烟，休息室可以抽烟。而且很多机场它是有 VIP 的，不是机场里面 VIP， 是这种过关的、过安检的 VIP， 就是小楼，大概一年1-2万块钱吧，就可以买这服务。然后我基本上他们都买了，我只要去了那个城市对吧？然后在那里，然后做安检送我去飞机，上了飞机我就很烦躁，因为飞机有的时间很长，我就下载好抖音的一些搞笑的视频，帮助排遣，或者我能睡觉就经常睡觉，就这样。有的时候睡觉睡不了。那个时候跟老板、跟太太、跟这个家里面人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了？很糟糕。对，很糟糕。因为我跟家里人，我在那时候我对大宝小宝经常打他们，我觉得这两不受控制摔东西、摔门。然后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仇人，他们都是跟我对着干。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身上，我觉得问题在他们身上，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就跟你以前已经是相当于是2个人了，坏人，对，坏人。跟老板倒还好，老板呢这个知道我的情况，然后这个他也跟我见面不多，1个月见1次面差不多。老板没想把你换了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换，我已经跟他说了，你要换随时可以换，对吧？你去找，你找到合适的，你把换掉，在没有合适之前，我继续干，而且我跟他说，我肯定以公司内最大化为主，所以我不调整现在的团队，我只是新增。地产其实21年已经快不行了，22年已经不行了，然后23、24走下坡路，不断的往下走，对吧？到现在为止还没到底，因为毕竟1年4季4个季节，20多年的春夏秋，来个冬季多几年也正常。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所以我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我觉得事情办完我应该撤，我就撤。确实，好像我想想，21年到22年的时候，确实物业那一段是有一个大家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发现原来买房子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地段啊，你的这些你的装修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嘛，对，是不是这个物业的好坏一下子就是其实物业在资本市场受到追捧是更早一点，应该是20年、19年、20年，对，19、20、21那时候，物业属于地产的后市场，然后就跟以前汽车热的时候，汽车后市场曾经有一段时间热也一样，物业也是这样。大家讲的故事是中国房地产建设的高潮已经差不多了啊。然后后市场可能是个投资机会，热的就在那2年，然后物业在疫情期间凸显的越发重要，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物业公司和服务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属于地产，这个无论是分拆，对吧？无论是这是跟上的问题，万物云，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上下级关系，都是一样。当然，现在的万科和万物云不一样了，因为深圳地铁主导了，深圳地铁派他们一些高管去做，但本质上以前是一样的，无论是资金呐还是组织关系，都是上下级关系。了解，所以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当时老板让我参与了一些地产跟投项目，我都没有参与。对，那时候也有跟投了。没有跟投，我从来没有跟投过任何个项目。没有跟投啊，信科没有跟投。因为那时候很多地产公司都要求要跟投啊。对，但是我是物业的。对，当然他物业的也可以跟投。就是你是有选择权的。对，本来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跟老板说，我说我的重心还是放在物业。如果我跟投的话呢，我跟地产可能有利益的交割，反而影响我们的。这是个很好的解释。对，确实也是。确实也是。然后呢，这个老板也很宽容，老板对我很好。然后很宽容，他说那你也专注的去把生意做好啊。我们上市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市场化的业务占比已经有40%了。上市完成了，就相当于也完成了一个心愿嘛，自己的事业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分号。我注意到，其实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其实在更早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我真正考虑投资是05年，我自己当总经理，我那时候觉得企业真的难做啊。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生意是天生躺着挣钱的，一定生意本身有好有生意本身有好有坏，有些生意是天生好的。我做的物流生意、物业行业都是很差的生意。你看那时候微软是我的客户，对吧？微软那时候它的光碟，这个随随便便卖几百块钱，它成本很低啊。你看那个他给我的价格很好，这个那时候也是一样，英特尔是我的客户。给的价格也很好，因为他本身很有钱。
你看我在广东做物流的时候，那时候诺基亚手机是我的客户，诺基亚手机就像当年的现在的苹果一样，很有钱。也是因为诺基亚是我的手机我的客户，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出差，无论到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都是住五星级宾馆。我们从深圳打车去深圳，去东莞或者广州，打车去对啊，打车去打车去啊，啊，那打个车几百块钱。当然我知道，像手机就是刚需，嗯那现在更是刚需了。有些生意是天生躺着钱，有一些是垄断的生意，刚需的垄断的生意。觉得像茅台这样，我是13年买的茅台长江电力，一直持有到现在，成本都是负的，因为它不断的分红。当然，这是省心的生意。就是你把前面的那个最开始的选择做好了，后面事就越来越省心了。就是这样。您说的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地方，就是做投资跟做生意本质是一样的。做生意是可能自己是操盘，做投资呢要找一个靠谱的人操盘。原来你是别人认为你靠谱去操盘，靠谱呢就是其实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尤其创始人的人品是尤其的重要，这是一切的前提。当然有一些央国企除外，当然他有他们的企业文化，靠谱本身就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在这基础上面再去看这公司的行业前景和企业竞争力。估值是最后一个看的，就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你买了一些，比如上市之后不停的去融资的，很少分红回购的，大概率是坑，尤其是财务上没有现金流的，然后因上赶一堆，利润都是虚的，那肯定不行的。你要买了一些躺着能挣钱的生意，还能分红，还能分红，像长江电力这种，像茅台这种，中海油这种，像腾讯，就是它微信基本上很难颠覆它。你看现在美团跟阿里、京东打得一不开交，虎皮的生意很难挣。美团的生意模式很差，要买了一家生意模式好的公司，在便宜的时候买。比如腾讯200-300的时候买，大概率是能挣钱的，管理层很好。马化腾跟他一块创业的那些人，他都是善待，其实不难，因为公司它不是办公桌椅，不是厂房，不是那些设备，不只是那些东西，核心的就是企业文化价值、本分，对投资者好。听其言观其行，就是说穿透到那个底层的时候，你看的那个东西具体的是什么呢？工作和生活方面去感受。90几年在深圳的时候呢，我就用 QQ 了。我当年也见过马化腾，当年呢，《真诚科技报》登过一个文章，说马化腾在论讯，就是一家船务公司做工程师期间，估计工作也不忙，炒股票挣了50万。然后呢，我觉得这哥们不错。后来呢，在深圳华强北、男人世界、女人世界，然后他在发传单。宣传 QQ 我很艰难，后来看着他慢慢去做，他对待他自己的合伙人都挺好的不像百度，也不像阿里，包括公司的回购啊，他对股东的回报啊。所以你是什么时候买腾讯的股票的呢？我应该是17年还是18年，我忘了。我当时200多买的，后来500多还多少卖掉了。物流打交道的那些公司里面有什么后来你买了的？歌尔声学，10年的时候，苹果是我的客户，我经常去山东潍坊出差。当时苹果的代工厂是富士康，大部分苹果的供应商都是跟富士康签约的，部分像歌尔声学是跟苹果签约的。然后看到他们的变化日新月异。第一次，比如去1期厂房开会，2期厂房在建，3期厂房在规划。过了几个月，他们已经去2期厂房开会了，然后3期厂房在建，4期厂房在规划。苹果给他们的订单，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然后就买了他们股票，然后运气不错，3年卖。挣到5倍。其实好处是因为个有一个好的客户，对有一个好的甲方，甲方爸爸很好。对，甲方爸爸带着他发财，苹果带着很多中国的公司发了财。对，就跟以前欧美带着中国国家发财一样，因为那时候来到加工、进来加工就是为他们代工的，只不过这部分代工现在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对，或者什么墨西哥、土耳其之类的，其实都是这样，逻辑都是一回事啊。就是你觉得，就是说今天围绕着中国的有一些这种核心的企业，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产业链的链主，那些供应商能会出来那种有机会的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现在这个西方跟我们的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经济方面的，而是价值观这个政治层面去竞争了，未必会再给我们的机会了。当年就是说像苹果这样的产业链的链主的时候，其实他们因为本身他们享受是全球市场的定价的这个红利，当然我们的其实就可能会更难一些。那反过来对我们的那些这个更下游的那些供应商们，可能就会更痛苦。对，是的。但是中国制造业这么强，我觉得也许还是有机会，但是难度比以前可能大一点。我们当年是一个顺风阶段。其实中国经济，我感觉其实也许15年之前，11年、12年，我觉得通过搞房地产之后，这劳动生产力可能已经下降了。
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嗯因为在这个之前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么多房地产驱动的、加杠杆的，政府也不会搞招商引资，然后招商引资完了之后就把这房价推高，然后卖地，然后形成一个不断加杠杆的过程。在这个之前，更多的是外向型的经济为主。我至少在10年之前应该是这样。是这样的。对，您刚说这个企业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那比如说这种服务业的公司，就是我记得您之前提过，比如说像蓝色光标这样的公司。蓝色光标我是被坑了大，但我挣了钱了，但是这个公司生意模式不好。就是蓝色光标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属于中国的，比如说广告营销这个行业里面已经算是这个龙头的企业了，因为本身这个行业是高度分散的，对，是吧？就是能够好不容易能够做到一个龙头的位置，又拿到了很多重要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大的客户的支持的，这已经算是一个，就是说行业里面再找像它有这么竞争力的已经很少了。为什么你觉得它还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除了生意模式的角度而言，除了行业赛道另外一回事啊。也许这个广告营销是个好赛道，也许是个赛道，不谈这个赛道，也许一直会持续。但是这生意模式不好，因为它跟这个上游的供应商，比如像字节、微信，它是没有议价权的。对，没有，对吧？然后这个跟下游客户也很难。也很难啊，两头。对，它两头它夹心饼干，然后这个上游成本端它没办法控制，然后下游客户的话，往往因为分散的竞争，那个内卷，那在账款报价也很难。之前公司上市物业公司上班这，我们有品牌部门也会找一些广告营销公司跟我们长期合作，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会招投标。投标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是真的在广告营销行业就做差异化很明显的也很难，其实很难做到差异化。所以这个生意本身生意模式不好，然后就是一个太卷的生意，就跟快递、物流、物业一样，不是好生意。所以蓝色光标虽然我挣了钱，但是公司妖股，他并购嘛，买了很多海外的公司，买了很多国内和海外的公司，然后这些公司都是轻资产的，其实积累了一堆的商誉，那这个资本市场追捧这种高成长，通过并购来实现成长的，但是它整合的不好，他后来也吃了好多年的药，也很痛苦，但是生意不好。我虽然没亏什么钱，还挣了点钱，但是生意模式不好。其实个人投资者遇到挺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散户其实在这个现在都有量化基金，都有机构投资者，就是散户已经很难了。散户怎么能够去享受到我们的制度性红利呢？我听您说，比如说类似于像中烟啊、像中烟香港、像茅台这种，咱们国家的这个体制决定的，烟草是专卖的。中烟现在太贵了，我前2天卖掉了。茅台也挺好的，三枪电力也挺好的。13年卖掉歌胜轩之后，我就大部分就买了茅台、三枪电力。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很简单，这种是省心躺着挣钱的，就是跟是哪个领导没关系。长江的水资源都是独享的，唐古拉山、西藏高原不会跟他收水费当然除非有一天国家决定收水费了啊。这既然不会收水费，然后电发多少电就卖多少电。国家电网有2条特高压线路等着去收它电，对吧？就算风光新能源再怎么发展，风电、光伏它发电，它波动性很大，风大一点多发一点，波峰波谷的。波峰波谷光也是一样，日照强多发一点，日照弱少发一点，或者晚上也不发了。所以呢，它需要火电，比如煤电或者气电帮它调风调频。那水电基本上你不用水来调风调频。河南大学嘛，我们老师也说了，这水电站就是印钞机，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模式。就对国家来说，它就是个印钞机。这是印钞机。现在大家追逐的，比如说不管是新能源也好 ，AI 也好，类似这些吧，你会我呢，在其实22年的时候，我买了火电转型做风光新能源的华润电力华润电力。对，因为我在广东待了好多年，然后呢，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市场化能力越往南方越强，城市也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在央企里面呢，招商局和华润这2个我是比较算还好的。对，从度电利润而言，华润电力的竞争力确实很强，我买了它。但是河南国家呢，这个继续去做各种政策这个鼓励新能源，然后新能源发展越来越多，它政策越来越少，然后不断调来调去，我后来也烦了，跟这些政策很累，然后呢，各地还不一样。然后这个政策太多了，所以因为我几年之前政策因素的这个太多了，对，太多了也不好。我太懒，
我不太喜欢跟踪那些东西，还是你说的要回到简单？就受过一次罪，就买过比亚迪，遭了好多年罪，我以后再也不想干这事情了。后来就卖掉了。我去年就认识了戴维，就尝试很多新的学习一下。你把它尝试当成一个学习啊，对啊就是我想全好了，全亏掉，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之前买的更多的是高股息嘛，搬到移民的城市，我们也把一些资金做了一些配置啊，配置了港美股市场，主要是一些这个咱们国家的核心资产，煤炭的神华，电信是中国移动，银行是建设银行，保险是中国财险。贵金属是中国黄金国际，类似的，反正我觉得这些人肯定不会倒。我觉得经济可能一时半会短期当时逻辑可能不会很快好，央企稳定性比较好，然后当时买的时候也便宜，比如中国海洋石油，当时买的时候估值才几倍批，3倍还5倍批，股息率15%还是20%忘了。当时油价很高，然后这个估值很低，股息率很高，它的统计成本也很低，我觉得这个让我省心。挺有意思，就是说，你看很多人都在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您在说做正确的事情，一直都说我要做简单的事儿，就别做难的事儿。难的事情意味着太多变量，减少变量。对，我不喜欢有太多变量的东西，我喜欢简单的，就是确定的，没啥变量的，然后逻辑也自洽的，便宜的。你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量啊！对，这是你主动选择的呀！对啊，因为我的孩子也上大学了，马上这个一个去美国，一个去英国，然后我太太说她要躺平了然后我说我想折腾一下，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探索一下，然后呢，打算这个15号一家人去美国，然后在那边住段时间，住得开心也继续住。做了不好再换个城市，我觉得也可以，或者去非洲看看也行。经历过人生的这么多转变，经历过你的职业生涯的很多转变，经过你的一场大病了以后，你自己的人生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我觉得要过好每一天，简单来说就是过往不念，未来不迎，当下不眨。在生病之前，我每年都会定计划。每年都会完成计划，会超额，然后一直到19年想大干一番，挨了一记重锤。我发现这未来有很多东西不可控的，真的，未来不要欢迎它，未来来什么样谁知道？过好每一天，管它来什么，我做好准备去扛，扛不住那我也弄，最坏就是死嘛，也未必是坏事。我觉得你好像不忌讳谈这个事情。我不在乎，我也是觉得活着比死累多了。我过了这几年这样日子，真的3年，2-3个月之前，我有朋友从澳洲悉尼回来。他跟我抱怨说：“哦，这个支持安乐死。”我说是好事啊，为什么不能安乐死？我当年那么痛苦，是因为我没办法，我不相信命运能扼住我的喉咙，我要反过来扼住他的喉咙。我不喜欢这样，我也很拥有自己选择活还是死的，就是这个选择权永远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对，我老婆说我是控制欲很强的人，但是你现在其实在发展自己的另外一面在适度的放纵。我觉得什么开心就做什么，我做的都是自己开心的事情。无论是看书、健身、跑步、骑车，因为我一般是上午健身房，下午图书馆，每次运动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可以帮我缓解很多的烦躁的情绪。早上一般我会做早饭，做完早饭看会书，打扫一下卫生，晾下衣服，然后这个去健身房8点半开门，我基本上8点半也进去，然后大概11点半左右出来回到家，然后洗个澡。这个洗个衣服，然后吃个午饭，睡午觉，睡完午觉就去图书馆看看书，看完书，然后我就回家吃饭，吃完饭然后倒下垃圾，扫下地，拖下地，然后就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一般是8点半下班，我跟图书馆里人都很熟了，非常熟。对，然后我还建议他们做了一些改善，比如网络啊，比如插线板呐，然后洗手间的卫生纸啊。你是那个图书馆年纪最大的吗？我不是，对，不是，对，很多老头老太太退休在那里，应该算是不是最大的，但是肯定是算是比较最大的一批。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包括周围上班的人会过去看书，或者玩游戏，或者写作业，或者考试。因为现在考试、考公、考编的人特别多。我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因为以前太多时间没有看书了，看的一些人文、历史、哲学、心理学、投资、小说，我想看什么都可以。前段时间这个还发现一些短剧挺好看的，对，我短剧就是开始尝试人生的各种对新鲜的东西。是新鲜的东西，比较放纵自己。
有没有想过自己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创业啊，或者我想过呀，我到美国想探索一下有没有机会做点小买卖，因为我觉得美国人的住宅物业，尤其是那个 house 的物业做的太差了。对，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电线坏了，或者家电坏了，或者水管坏了，他都要打不同电话预约，他有相关的证，还有工会，那其实客户体验不好，客户体验不好，成本也高，成本也高，效率也低。对，我觉得，但是还是付费能力又很强。对啊，我觉得想做一下这个事情。我去之前美领馆就面签的时候，当时他们就问我你在美国做啥，我就想做点物业。美国物业的一些痛点刚才说了，他说是的，是这样的。我说想帮一下美国能平，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我不一定去了之后给他们打价格战呢，对吧？我一打电话，一个电话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我给客户的价格未必比现在要低。我只做我想做的那种客户。我不想客户筛选我，我想筛选客户。我以前也这么干，我不想被人筛选，要筛选也是我筛选别人。你刚刚说过哪吒这部电影对您的影响嘛？我命由我不随天嘛，对，是吧？其实命运对你呢，其实一方面挺好的。我现在觉得挺好，我当年那几年可没有觉得它好。我生病之前觉得这一切都是用我自己牛逼，考验呢也挺大的。考验太大了。后来想想这样也好，因为不然的话我一直蒙在鼓里，都以为自己牛。其实不是，人生如果是一条线上都没意思啊，对吧？那重要的是掉下来之后也能爬上去，当然也不一定爬得上那么高，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不要被打得那么惨。经济处于一个波折的一个周期，中年人这一代，就是70后、80后这批人，大家普遍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和考验。你作为他们的这个同龄人，你希望大家能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呢？最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你已经看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才看到，而且逐步发现的，那你要想一想，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继续待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的，那接受现状，然后尽可能不要做一些浪费行为，去节约，做一些谨慎的投资，然后为孩子或者老人规划好未来。如果说你还想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尝试，要么出海的机会，比如说东南亚有一些新兴市场，包括中东也是一样，甚至非洲机会真的很多。如果说不想出去，你在国内，那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调整自己的心态，要么你真的想创新，加入一些细分赛道的机会那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如果你没有在增量的市场去努力的勇气或者资源，那你在存量市场里面你跟别人卷，要么选择做卷王，像蜜雪冰城一样。你这俩都不做，那你就躺平，你就能省就省，对吧？当然最好在事情发生之前你看到，这最好的。在事情发生之前看到，就是前瞻性。前瞻性其实不难，多看看书，凡是遇到问题都想一想，这本质是啥。你会选择看什么书？我现在想看什么书？看小说，这个看历史，看人文。我前段时间把刘震云的很多书看了，然后把那个穆言的很多书看了，然后也看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比如产业与文明呐，什么商贸与文明呐，也看了一些罗素的书。回到更本质的东西，对，回到更源头的东西，对，回到更民族或者我们更自己的那个属于原乡的那个东西，去看一看。我也觉得世界我能探索多少，我也探索，我也不知道探索最后什么结果。我觉得恒总现在进入到这个从心所欲、随心所欲的一个状态，比较放纵自己。我喜欢这样，喜欢自由，喜欢就好。对，好，谢谢恒总，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交流。我们的人生轨迹其实是由一系列节点上的决策所描绘出来的。跟恒总聊完以后，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他穿着病号服在电影院看哪吒的画面，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们说一个人的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跟出身家庭有关，但也会随着经历和环境重塑。归根结底，能成事儿还得靠生存意志。还有一个重要的选择在于，我们的精力、脑力和心力到底是花在驾驭复杂关系上面，还是深入探求事物的本质？到底什么是好生意，什么是坏生意？一个一直能把坏生意做好的人，也许更能理解什么是好生意。向前看，预判变化。其实恒总跟我年纪差不多，都是70后。我们中间很多人享受过时代红利，到了今天也因此患得患失。既然未来已来，咱们就不要再停在原地打转。最后，欢迎大家关注金钱决策者，评论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